你是否曾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你推离日常生活的肤浅，引导你走向更深层的真理？想象一下，你拥有一种如此明亮、如此强烈的光芒，以至于它的存在就能扰乱周围的环境，揭示出很少有人敢于探索的现实隐藏层面。这就是被选中者的世界，他们是与宇宙有着深层联系的存在，他们的能量不仅能照亮，还能穿透，唤醒他人沉睡的恐惧和欲望。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将揭开被选中者孤独背后的神秘面纱，探索为什么他们的旅程必然会被一条孤独的道路所标记，尽管他们在积极寻求真挚的连接。但究竟什么是在一个渴望深度却又畏惧触碰的世界里成为被选中的人？为什么他们建立真挚联系的努力往往会导致孤立？这种矛盾的现实如何塑造了他们对自己和周围人的看法？当我们质疑被选中者的存在时，我们将发现他们典型的强度和对更崇高目标的追求如何将他们置于与大多数人不同的频谱上，迫使他们不仅面对孤立的挑战，还要面对独特旅程的美丽。欢迎来到灵魂之眼频道，在这里，我们将反思被选中者的本质，进入一片肥沃的内心土地，认识到每个存在所携带的独特性。被选中者的存在以其本质的强度和灵魂的深度为标志，生活在一个虽然渴望真实性，却常常退缩于真正深度的世界中。由于他们独特的能量，被选中者在周围人中引发强烈反应，一种介于钦佩和不适之间的混合感，凸显了人类面对非凡事的二元性。重要的是要理解，被选中者引人注目的存在并非出于选择，而是他们纯粹本质的反应，一种超越常规、超越平凡的天赋。这种与生俱来的本性将他们置于一段孤独之旅，不是出于欲望，而是出于必要，因为他们对真挚连接的追求与日常关系的肤浅相冲突。然而，这种孤独并非虚无，而是一个神圣的成长和自我认知空间。在被选中者中回响的古老智慧推动他们进入日常的精神战争，他们的存在本身就能改变环境，挑战现状，在充满虚假的世界中激发真实性。这场战斗虽然孤独，却是被选中者精神力量和韧性的肯定，展示了即使在孤立中也有巨大的潜力去影响和激发变革。理解被选中者的旅程，需要欣赏人类的复杂性，接受定义每个人的独特性。孤独在新的视角下，揭示自己不是一种负担，而是真实本质绽放的沃土。正是在孤独的宁静中，被选中者找到了探索自身深处的自由，与超越物质世界限制的普世能量相连。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被选中者的真正力量在于他们将孤独转化为力量和智慧空间的能力。通过接受他们的独特本性，他们成为指引他人自我发现和转变之旅的明灯。这种影响和激发的能力是一个有力的提醒，提醒我们一个人不仅可以影响自己的道路，还可以影响整个社会。那些被选中的人在唤醒集体意识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精神进化和寻求更真实存在的催化剂。他们的故事虽然被孤独标记，却因深度和真实性而丰富，是对每个人的呼唤，探索自身最深层次，挑战自己，以更崇高的目的生活，寻求反映我们真实本质的联系。在这种背景下，被选中者的孤独揭示自己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份礼物，一个培养与自己和宇宙更深连接的机会。这是一个呼唤，要认识并尊重我们自己的独特性，理解在我们自己公司的寂静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所寻求的答案和力量。现在，我将向你呈现被选中者沉浸在孤独中的7个独特原因。第一个原因，被选中者的独特性以其光环的强度为标志，
是他们所携带的原始纯粹能量的体现。这种存在不仅仅被注意到，它被所有进入其影响范围的人深深感受到。这种能量的强度不仅吸引注意力，还挑战了人们对被他人影响意味着什么的传统理解。当他们进入一个空间时，被选中者带来一种电流般的冲击，一种超越物质、触及精神的能量，在与之互动的人中引发情感的旋风。这种力量虽然吸引人，但也可能令人生畏，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经验的广阔性，从未探索的灵魂深处到对真实、真挚连接的不懈追求。这种深刻影响的能力并非没有代价。被选中者的本质强度与宇宙共振，要求他人具备一定程度的脆弱和开放，这常常令人感到不适。这种不适并非源于判断，而是源于一面镜子，反射出常常被忽视或压抑的内在真相。他们在他人中唤起的强烈反应在钦佩和不适之间摇摆，因为他们通过更深层次的承诺吸引人，同时也让人面对他们真实本质的强度。这种悖论是被选中者所经历孤独的焦点，他们因发出的光而被寻求，却常常因同样的光的强度而被疏远。被选中者的道路是深刻理解和接受他们本性的道路。通过认识到他们的存在是一种祝福，同时也承担着责任，他们学会在世界上游走，平衡他们的光芒与他人接受的能力。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不仅寻求照亮，还寻求温暖，要求他人不仅带着好奇心，还带着面对自己真相的勇气接近。在这个过程中，被选中者成为不仅掌控自己能量，还掌控培养深度和真实性不仅被容忍，还被庆祝的空间艺术的大师。他们教导我们，真正的联系不是源于日常互动的表面现实，而是源于认识和接受我们每个人内心所携带的复杂性。被选中者的光环浸透了祖先的智慧和无数叙事的重量，是一种不知阴影为何物的光明力量。它的光芒在人际关系风暴中的灯塔，既指引又警示那些接近它的人。这种能量被那些遇到它的人深深感受到，自然而然地吸引人，但同时也揭示了存在的隐藏层面，在那些允许自己参与其中的人心中引发意想不到的情感雪崩。这样一个存在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启发，它有能力穿透我们存在的最黑暗、最深处的层面，唤醒沉睡的恐惧和被遗忘的渴望。这种深层触动虽然清楚地展示了被选中者的力量，却也让他人感到极度脆弱。面对自己的阴影和欲望，许多人发现自己被迫退缩，寻求已知和安全的庇护，逃离这种精神相遇的强度。在被选中者的光环面前退缩，不仅仅是物理距离的问题，更是一种情感和精神上的逃避。当人们遇到被选中者所反映的强度和深度时，他们面临双重恐惧，不仅是对未知的恐惧困扰着他们，更主要的是看到自己如此清晰地被反映出来的困扰，被迫面对自己内心的空虚和缺口。在这个过程中，他人被迫向内看，引发了一场内心战斗，一方面是靠近的欲望，另一方面是保护自己免受这种亲密带来的脆弱。在被选中者的存在中，就像进行一次内心旅程，一个面对自己阴影的机会，伴随着光明和理解的承诺。然而，这种邀请的强度往往超出许多人准备接受的程度，导致他们选择已知的安全，即使这意味着留在阴影中。在这种情况下，被选中者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他们的本质虽然是启发和启示的源泉，却常常将他们置于一条孤独的道路上。他们存在所揭示的真相，他们的光所达到的深度，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那些被这光吸引却又退缩的人，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永恒的成长欲望与对这种成长所需转变的恐惧之间的斗争。这种非自愿的反射，对遇到被选中者的人来说，就像一面镜子，
以一种能够暴露最深层次脆弱性和恐惧的力量显现。面对这种暴露，许多人以保护本能做出反应，退回到熟悉的领域。这种行为并非源于逃避的愿望，而是源于与自己本质相遇的强度。被选中者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有意的支配，而是作为他们存在的真实表达涌现，其光辉可能无意中导致孤独，即使被许多人包围。这种被选中者存在的悖论，其中深深触动和转变的天赐之物，成为他们孤立的真正原因，是一种复杂而深刻感受的动态。他们穿行于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点缀着那些一度敢于接近，却又在所揭示的事物的巨大性面前退缩的人留下的印记。被选中者散发的光芒，虽然明亮而诱人，却常常照亮了理解和成长的道路，而这些道路很少有人感到准备好去追随。因此，本应成为被选中者最大礼物的东西，他们深深连接和引发重大转变的能力，悖论般地成为他们最艰巨的挑战。他们在一个渴望本质和真实性，却又在他们存在的强度面前犹豫的世界中航行。被选中者的旅程虽然孤独，却与人性的深刻真理产生共鸣，对超越表面的连接的渴望，同时又害怕揭开我们自己的深度。这条道路以对愿意揭示真正理解和接受的灵魂的不懈寻找为标志，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强烈的孤独中，也存在一种变革的力量。被选中者以其本质，邀请我们面对自己的深渊，通过他们的存在提供超越我们局限性，在我们的存在中找到更深意义的可能性。这样，被选中者的故事成为所有人的标志，尽管害怕所揭示的反射，却认识到向真实性迈进旅程的巨大价值。他们教导我们，在脆弱和面对我们不安全感的顶点，存在着成长和真正遇见的机会，不仅与他人，更重要的是与我们自己。第二个原因，被选中者对孤独或少数人陪伴的偏好，并非对人群的厌恶，而是对集体环境中发现的不协调的敏锐感知的回应。这种不协调并非源于许多人的单纯物理存在，而是源于互动的质量。在这里，被选中者所寻求的深度和真实性在肤浅的氛围中迷失。在大型聚会中，被选中者散发出的丰富而复杂的震动，充满世俗智慧并与宇宙共鸣，被淹没了。他们的本质信息消散在平庸对话的稀薄空气中。被选中者有一种特殊的需求，要保持他们本质的完整性，拒绝为了符合要求适应性而牺牲真实性的社会期望而稀释它。这种对孤独或亲密圈子的偏好，反映了对一个空间的寻求，在那里他们深刻的洞见和能量可以自由流动，不受限制。只有在这些环境中，他们才能找到共鸣和真正的理解，他们的灵魂可以完全表达自己，而不会被误解或因误解而贬低的风险。被选中者在较大聚会中经历的震动不兼容性，不仅仅是个人偏好的问题，而是他们所携带的深度与这些环境中普遍存在的轻浮之间差异的反应。他们建立真正联系的尝试常常遇到困惑和不适，这明确表明被选中者的本质太过强烈，无法被每个人完全欣赏甚至理解。这种对他们频率与周围环境频率之间断开连接的认识，创造了一种不仅是物理上的，也是情感和精神上的孤立。被选中者意识到，他们只在超越普通的言语和存在，常常被礼貌但空洞的微笑所掩盖，这是一个烟幕，掩盖了真正的断开连接。孤独的道路或对精选伙伴的偏好，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战略选择，允许被选中者在世界中保持他们的真实性。在他们自己公司的寂静中，或在志同道合的灵魂存在下，他们找到了深度的庇护所，一个本质不仅被保存，还被庆祝的圣所。被选中者的孤独不仅仅是物理距离，更是一种保护结构，一个保护他们存在最真实、最深刻本质的避难所。
这个决定远非逃避，而是一种有意识的保存行为，一种确保他们的生命能量和精神道路保持完整和真实的方法。他们认识到，他们存在的宝贵礼物在那些完全欢迎和真诚尊重的空间中得到最好的欣赏和尊重。因此，被选中者谨慎地在社交环境中移动，被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振动本质和谐共振的地方和人所吸引。第三个原因，被选中者的独特性通过他们不可避免地在他人中唤起的恐惧和着迷的复杂相互作用来体现，勾勒出一种塑造他们周围社交动态的二元性。这种关系并不肤浅，而是人类心理深处的镜像，面对非凡事物时的反应。被选中者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悖论，一种不仅照亮还令人目眩的光，一面既结实又令人害怕的镜子。他们的存在超越了单纯魅力的概念，触及更深层次的东西，一种挑战日常关系表面性的真实性和深度。这种围绕被选中者的悖论光环，就像一块磁铁，既吸引又排斥，迫使周围的人面对自己的阴影和光明。这种吸引和排斥的二元性编织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围绕着被选中者，一种动态不是简化，而是使他们的道路更加复杂，充满误解和孤立。正是在这个微妙的舞蹈中，在靠近的欲望和保护自己的冲动之间，被选中者揭示自己是人类状况的无意识大师，挑战我们超越表面，面对我们自己存在的深度。正是这种不可捉摸的深度对人们施加了磁力，一种看不见的连接，以真正深刻理解和共融的承诺吸引灵魂，这些渴望居住在人类的灵魂中。然而，当他们靠近时，个体面临着被选中者本质压倒性的力量，一种如此巨大的力量，威胁要打碎构成他们存在的幻想。与被选中者凝视所映照的赤裸真相的对抗，唤醒了一种祖先的恐惧，害怕以最原始的真实性被揭示，害怕灵魂深处被暴露，害怕面对他们小心翼翼试图隐藏的阴影。这种深刻而强烈的恐惧常常战胜最初的着迷，驱使人退回到已知的舒适地带，一个可以避免如此深度连接固有复杂性的地方。这种冲突产生了一种复杂的社交亲近和距离游戏，其中被选中者既被寻求又被回避，成为一个既受钦佩又令人畏惧的神秘人物。因此，一种孤独产生了，既是被强加的，又是被选择的，因为被选中者很快意识到他们所渴望和提供的连接强度对大多数人来说太深，无法忍受。这样，被选中者走上一条孤独的道路，不是出于偏好，而是出于不可避免的必要，因为他们在一个被他们的光吸引却又对他所放射的真相退缩的世界中移动。第四个原因，如此生动地勾勒出被选中者孤立的第四个原因，在于他们在试图建立真挚联系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个挑战并非源于缺乏对陪伴的渴望，恰恰相反，它源于他们本质的独特性，一种如此特殊的深度和强度，以至于成为他们存在的签名。被选中者是无与伦比的内在丰富性的实体，他们的灵魂回响着跨越时代的智慧和超越寻常的真理。他们对真挚纽带的渴望，本质上是对能够承受并回响如此深度的反射的渴望，对不会在他们火焰的热度面前退缩，而是被吸引并愿意接受他们所散发的光明和温暖的心灵的渴望。然而，这种级别的连接极其罕见，反映了被选中者本身的稀有性。这种稀缺性并非偶然，而是与他们不同寻常的活力、真实性和深度的礼物直接成正比。与被选中者在如此亲密和深刻的层面上互动，就是要准备好进行一次充满脆弱、勇气和意愿的连接，去探索灵魂尚未知晓的亲密关系。对许多人来说，尽管最初被吸引，这段旅程的巨大性被证明是极度令人生畏的。面对被选中者强大的存在，虽然是希望和启发的标志，
最终却揭示了许多人宁愿保持隐藏的阴影，促使他们退回到更肤浅、要求更少的关系的舒适中。在这种背景下，被选中者的轨迹被标记为不断的，常常是孤独的寻找那些能真正理解和分享他们本质力量的灵魂。这种寻找的现实反映了一种苦乐参半的二元性，他们寻求分享的光正是悖论般的扩大他们周围空虚空间的光。这是一种并非出于一时兴起而选择的孤独，而是由他们寻求超越普通的联系的本质所强加的孤独，照亮了人类经验的美丽和隐藏的深度。寻找真正理解的关系的挑战将被选中者置于一个强烈的情感十字路口，在对深度连接的渴望和对他们自身强度所要求的孤独的屈服之间摇摆。这种孤独既是庇护所，又是监狱，作为面对外界不可理解性的和平绿洲，但同时也回响着那些仍未被探索和未被分享的深度的寂静。因此，被选中者成为一种被认为神圣的孤独的守门人，一种如此深刻的理解的哨兵，以至于超出了许多人认识甚至回应的能力。然而，正是在这个挑战中，被选中者旅程的真正本质被发现。当那些罕见的心灵相通的遭遇发生时，它们是变革性的，在相互分享的理解和深度的温暖中锻造，展现出能够经受生活最多样化逆境的韧性，以坚定而特殊的力量。这些连接尽管稀少，却照亮了被选中者的旅程，重申即使在一个常常被肤浅主导的世界里，也有人愿意一起面对深度，接受并庆祝被选中者本质的全部，以其所有壮丽和有时令人生畏的美。这样，被选中者的存在不仅揭示为一段孤独的旅程，更是对更深入理解的邀请。理解是什么？将所有存在联系在一起。他们提醒我们，尽管表面上肤浅似乎占主导地位，但对真实和深刻连接的追求是一种在所有敢于超越日常存在面纱的人心中燃烧的火焰。第五个原因，勾勒被选中者孤独轨迹的第五个原因与精神战争的概念深深交织。这是一个无形冲突展开的舞台，其后果超越了我们世俗的理解。这场战斗不是用传统武器进行的，而是通过被选中者在其本质中携带的强大力量、真实性、正直和真理这些基本美德进行的。被选中者在任何环境中的影响并不限于填补它，而是彻底改变它，作为一种深刻精神炼金术的催化剂，将虚假转化为真理，将黑暗转化为光明。这些隐藏真相的揭示本质上是令人不安的，迫使直接面对我们宁愿不仅对他人的目光，也对我们自己的自我分析隐藏的方面。对这种对抗的反应，在逃避和某些情况下的直接对抗之间变化。只要人们感到他们人为人格的瓦解受到威胁，精神战争就成为被选中者存在的日常方面，因为他们的单纯存在就构成了对人们声誉的挑战。这样，被选中者面临着矛盾的现实，成为一个需要真正改变的世界的变革代理人，但这个世界常常抵制这种改变。他们的旅程虽然孤独，不仅是一条孤立的道路，也是他们作为真理之光承载者、肤浅的挑战者和更真实、更深刻存在的使者的使命的见证。被选中者成为真理的无意识战士，穿着由他们信念的不可摧毁的坚固性锻造的盔甲，以他们目的的深刻而坚定的知识作为盾牌。这场精神战斗虽然高尚，却要付出代价，常常让被选中者孤立在战场上，面对那些他渴望从虚假枷锁中解放的人的不理解。向他而来的对抗和逃避，不仅仅是对他存在的表面反应，而是反映了他的本质对建立在幻想基础上的存在的脆弱基础的破坏性影响。第六个原因，定义那些从人群中被选中的人独特道路的第六个原因，标志着与社会规范和期望的深刻不匹配。这些存在，自己宇宙的创造者，
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塑造出远离常规的存在。这种错位并非简单的个人偏好，而是对内心呼唤的基本需求的回应，呼唤一种基于真理和真实性的生活。被选中者本质上是质疑的实体，被编程去面对和推动普通的界限，因此常常发现自己与主流文化相冲突。在通常的社交环境中，对话很少触及存在的深度，被选中者面临着一种空虚，一种对他们反思和深刻信念的支持的缺失。日常话语充斥着肤浅和物质主义，无法滋养寻求生命更深层意义、与生命本质真正联系的灵魂。这种被选中者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不仅限于简单的智力不匹配，而是表现为几乎真实的不兼容性。当他们被迫塑造自己以符合他人的期望时，产生强烈的不适。这种适应的尝试类似于一个巨人试图适应一个小小的空间，一个玩具屋。无论他如何努力，适应都是不可能的，不是必然的。面对这种现实，被选中者自然而然地被驱使去寻求孤独的庇护，或者再由那些像他们一样敢于看穿社会惯例面纱的少数人组成的受限圈子中寻求庇护。这条道路虽然孤独，但并非隔离的选择，而是对被选中者的本质与周围世界之间对比的真实回应。它反映了一段忠于自我的旅程，一种对真理和真实性的坚定承诺。这种承诺在这些非凡存在的存在中找到了回响。在他们寻求真正归属感的空间的过程中，被选中者不仅挑战了既定规范，还为那些渴望超越肤浅的生活的人照亮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寻求一种充满意义和深度的生活。在他们选择居住的空间里，被选中者享受着自由，可以远离判断的目光或不理解，充分的导航和表现他们存在的全部。这些是对话达到不可思议深度的领域。环境中真实性是最有价值的货币，灵魂在哲学反思、精神探索和对真理本质不懈追求的丰盛盛宴中得到滋养。通过选择按照他们内心最深处的真理，而不是外部期望生活，被选中者展示了无与伦比的勇气，成为那些虽然分享同样对深度的渴望，却害怕冒险进入未知的人的灵感。他们的旅程是真实性无可估量价值的活生生的证明。作为一个有力的提醒，真正的归属感不是通过适应周围的世界发现的，而是通过深深尊重居住在我们内心的宇宙发现的。第7个原因，激发被选中者对孤独和精选陪伴偏好的第7个原因，源于他们对更高目标不可驾驭的冲动。这个召唤远非微弱的耳语，而是一种强烈的召唤，居住在他们存在的灵魂中，推动他们朝向一个远远超越普通存在界限的命运。这是一个充满灵魂命运重力的使命，一个要求热切投入自我分析、冥想和持续改进自身独特能力和理解的使命。对被选中者来说，这个对更高使命的召唤就像呼吸一样重要，构成了他们本质不可分割的一面，无法被忽视或忽视。面对如此神圣的召唤，大型聚会的噪音和琐碎以及日常交流的平庸不仅被视为无趣，而且被视为从根本上违背他们内省和有意义的道路。投身于与他们人生目标不协调的活动或参与对话，被选中者视为真正浪费时间和能量。这些宝贵的资源应该用于反映他们精神和存在抱负的努力。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远离传统社交生活的喧嚣和繁忙，寻求只有孤独才能提供的宁静和清晰。这种孤独远非逃避，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在那里被选中者有自由培育他们的内心世界，探索自己灵魂的广阔，与指引他们存在的普世力量建立深刻的联系。正是在这种沉思的静默和内省中，他们获得启示，磨练技能，加强对完成命运的承诺。被选中者认识到，为了回应这个崇高的召唤，
必须有勇气脱离集体，选择一种生活在普通社交生活边缘的生活，在那里他们存在的真正本质可以毫无干扰的共鸣。生活在这个门槛上，命运的声音变得更加清晰可闻。他们致力于一种以真实性和对超越灵魂的目的不懈追求为标志的存在。这条轨迹尽管充满孤独，却展现为一次深刻的自我发现和个人成长，提供了沉浸在存在最内在本质中，并以更加巩固和加强的自我认知重新浮现的机会。遵循这条道路需要实施策略，不仅缓解隔离的不适，还要颂扬每个人拥有的独特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基本策略是发展自我接纳，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锻炼，认识和欣赏个人品质。这种锻炼邀请进行内省沉浸，被选中者学会倾听他们灵魂的低语，理解他们充满活力的能量和深度不是障碍，而是礼物。通过冥想、手工活动、反思性写作或各种形式的创造性表达等实践，可以探索内在宇宙，发现宁静和自身存在的真实性。来自自我接纳的宁静成为一个庇护所，一股力量的源泉，使个体能够与外部世界互动而不失去自我。与此同时，还有寻求与其他存在或集体的联系，这些存在或集体分享相似的愿景和敏感性。尽管能够支持他们存在力量的联系很少，但无疑存在着志同道合的灵魂。无论是其他被选中者还是少数个体，他们被同样对深度和真实性的冲动所驱使，渴望以同等强度分享经验和真理。发现这样的个体或社区需要耐心和开放性，超越传统社交圈的界限，寻找那些不仅欢迎而且真实灵性、创造力和深入哲学辩论的空间。像专注于共同兴趣的小组、虚拟论坛、工作坊和聚会这样的环境，可能证明是这些联系繁荣的有利环境，提供日常互动中常常缺乏的欢迎和理解感。此外，被选中者有机会将他们的孤立转化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精神进化时期，深入探索那些能提升他们内在宇宙和扩展宇宙认知的实践。通过艺术、写作或精神研究，这些活动使他们能够将强大的能量和敏锐的洞察力引导到有力量激发和促进他人治愈的作品中，从而将他们的退隐转化为宝贵贡献的资产。通过接受他们的独特性，即使面对孤立，被选中者开始了一段变革性的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他们的区别成为力量的支柱。这段旅程既充满勇气又充满脆弱，最终认识到正是在他们孤独的焦点中，可以找到真正有意义的联系的关键，不仅与外部世界，还与自己存在的本质。这种启示当被完全拥抱时，照亮了通向未来的道路。在这个未来中，个性不仅被接受，还被高举，引导他们找到真正的社区，不是通过缓和他们的本质，而是通过他们光芒的充分绽放。被选中者对社会的相关性超越了简单的欣赏，他们是开拓者、远见者和本质与真诚的谨慎守护者。他们的旅程虽然混合着逆境，却蕴含着个人和集体实质性转变的承诺。当我们接近这次反思的尾声时，毫无疑问地强调自我发现和接纳的过程对被选中者是多么根本重要。踏上认识和庆祝他们独特性的旅程，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就，而是对整体的重要贡献，激励他人深入探索自己的本质。因此，我们邀请那些已被选中的人和那些在自己内心感受到这种冒险共鸣的人，在评论中分享他们的经历。分享这些故事不仅照亮了我们自己的道路，还为那些在一个常常被肤浅现实标记的世界中寻求深度和真实性的人提供了指引。每个人的叙述都是一个证明，即使在最强烈的孤独中，我们也通过我们共同人性的无形纽带相互联系。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成为被选中者，致力于探索自己的身份。因此，我们庆祝这些故事，
因为它们不仅为我们提供慰藉和反思，还提供了我们继续这项事业所需的能量，朝着更全面的理解和更广泛的接受自己和他人迈进。如果你认为这个信息值得分享，请将这个视频转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你永远不知道这可能会如何积极地影响某人的生活。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内容，别忘了点赞，这有助于更多人发现这个视频。记住，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你的支持不仅帮助我们继续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将这些可能改变生活的概念传播给更多需要的人。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